好多人，就是这阵子有很多陆配被遣返回大陆，就是因为他们在网络上有一些激进的言论。对，那这个在台湾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对，就是我觉得当政治开始比较激进的时候，有一些你料想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对，这阵子就有4、5个陆配被就是遣返回大陆去。对，所以这个就是最近就是我觉得这类的事情好像感觉常常发生。对，哦，那我听下来，我感觉在台湾好像这种政治的那个氛围会更浓一点，因为我在大陆其实。当我们说到台湾问题、两岸问题，反正当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哦，我们早晚会统一的，对吧？我们嗯哼，就是早对晚就是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就台湾肯定会回归的。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激进一点，就说你就应该打对，过去，对吧？你还等什么？就打过去早一点，就好了。早一点。对，对，你就是等啊，什么就打呗。有一些人就觉得啊，你就武统就好了嘛。但是其他的，我觉得大部分的大陆人，他们对待台湾这件事情，就是观点就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是同根同源的，然后我们都是对，中华民族，对吧？就是嗯当然最坏的结局就是打过去，但是那个是嗯哼。不想发生的。最后不得不做的选择才有可能会发生的。对，对对，没有人会第一个想法就是好，我得打过去。嗯哼，对，因对为对对不可能伤害自己的同胞嘛，对吧？就对，是如果嗯，瑞笑老师看一些就是台湾人来大陆旅行啊，他们分享的一些视频对影片的话，其实大陆人对台湾是非常友好的，就非常欢迎大家回祖国各地大好河山去看一对对，看、玩一玩的。对，就是其实这方面，我觉得两岸之间，就民众的立场，就是大家当好朋友，然嗯后大家就是就像你说的同根同源。但是我觉得现在台湾人的想法已经慢慢的在改变了。我嗯相信可能大陆会因应这个改变的想法，或许自己也会改变，这个我不晓得。我嗯记得很好玩，我以前小时候常常看到电视，那个时候就是播。就是说堂堂正正的中国人。那当然，就我小时候的教育，我们所谓的中国人是中华民国，嗯中华民国那时候啊，那所以在台湾有一派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华民国人，然后有一派的人认为自己就是台湾人。嗯所以在台湾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其实是蛮分裂的。嗯像我小时候就是被教育成我是中国人，堂堂正正的中华民国人之类的这样的。然后那时候常常会有，那时候大陆可能经济还没有起来，嗯那所以我们那时候被教导的就是大陆同胞在水深火热当中，你要去救他们，要光复大陆。那时候我们受的教育都是这样。然后另外一个作业本后面会写保密防谍之类的那种，就是那个时候的氛围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还有一种很有意思，我小时候常常看到电视会播什么反共义士哦，投奔自由，就是他们驾着飞机来到台湾投奔自由了，就是会有这样的例子，都会被大肆的在媒体上宣扬。我们小时候是在这样的氛围长大的。然嗯后一直到经济起飞，台湾经济起飞之后，我们享受了经济的成果。那时候你就会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感更高，因为各方面经济、娱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说台湾钱淹脚目哦，这是台语讲的，就是台湾的那时候大家赚的钱就淹到你的脚膝盖去了啊、哦，所以叫台湾钱淹脚目。那时候经哦。济成长让大家都赚大钱。所以大家对这个政府是非常信任的，然后也觉得那时候台湾充满了希望，各方面都很进步。哪一年呀？那时候可能就是可能是我十几岁、20几岁那时候，那可能就是二三十年前。对，嗯那时候就是经济真的是非常好。嗯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两岸三地是这样了，香港先崛起嘛，再来是台湾，再来是大陆，所以嗯两岸三地有这样的一个循环。那嗯所以那个时候就会觉得住在台湾真好。但嗯是当然，这个经济的重心是会转移的。那台湾经济慢慢没落之后，慢慢就变比较政治挂帅的感觉了。那嗯
我在这个时代转变的过程中成长的人，就会有深深的感慨，就是嗯说，现在真的很不一样了。现在的领导人跟以前的领导人是不一样。我不知道大陆是怎么样了啊，在台湾的话，以前真的是会为民生着想，嗯会注重人民需要什么，然后注重生活，注重赚钱这个事情。嗯那现在的领导者并不是这样，现嗯在台湾总统是民进党的嘛，嗯那民进党已经在台湾执政，之前蔡英文是8年，现在赖清德又连任，所以他会再做4年，现在应该会再做2年，嗯所以民进党已经执政10年了。我觉得现在是政治为导向的一个状况，所嗯以我觉得做什么都是用政治去挂帅，政治去考量，所以就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觉得现在领导人不是为民生而着想，对，因为嗯我觉得回归到最终，不管是怎么样的国家，最后都是老百姓是希望领导人重视他们的生活，有嗯钱赚，然后嗯，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对，这是我的感觉，对，对对，嗯大陆这边我倒是觉得最近20年还嗯是蛮重视民生的，不然的话我们也嗯哼，不会对对经济起飞，对吧？也不会最近这10年20年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对，所对以确实，就是政府虽然海外还有其他的地方对共产党也好，对这个我们的政府有很多很多的批评，但是对你如果看一下大陆大部分的民众对共产党、对我们的政府，其实还是满意的一个状态。就至少对这个成绩是能看到的，对吧？对就是虽然我们对，也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提升，还是有很嗯哼，多做的不好的地方，但是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吃不饱饭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和现在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你像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对，得夏天很热的时候就会停电，电力不停电，足啊，就楼就没对，电了。或者啊哈，是我小的时候，就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高铁呢。我从嗯哼，北京回我老家都要坐3个小时，那现在嗯哼。从北京到我老家就只要1个小时，交通建设也改善很多，对，很对，多很多，非常明显，就是你自己的嗯哼，切身的体会。那你就更对，别说年纪再比我长的，像40、50岁，甚至是对对这上一代人，那他们的感受就是会更深。对对，所以现在在台湾，以台湾来讲，我是有一点点失望，就是目前台湾的政府没有特别强调交流这一块，嗯比如说旅游，以前台湾跟大陆彼此之间是可以去旅游的，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路上都可以看到很多陆客来台湾旅游然后现在大陆人是不能来台湾旅游的，反而是台嗯湾这一方去封闭了这个事情。那前一阵子素清老师有来台湾找我，嗯嗯那素清老师因为他在澳洲住了很久，所以他是用澳洲的护照来的，不然的话他也来不了。所哦以就是旅游这方面，我觉得就是有点单方面去封闭了这个交流的这条路。然后像教育这方面，我觉得台湾这边也比较是单方面的去封闭了这个交流的管道，因为目前在教育这方面，我们是不收大陆学生了，以前是有的，以前在台湾是很多大陆学生，很多大陆学生来台湾念书，台湾也有很多学生去大陆念书。反而大陆这方面就没有去封闭太多东西，为什么？因为台湾还是有很多学生去大对，陆，然后旅游台湾人是可以自由去大陆旅游的，所以这方面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台湾要去单方面的去封锁这个交流的路？就是说不管你有什么理由，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对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有点失望的地方，是对，是的。嗯，之前很多人问我有没有去台湾旅行过，我说没办法去呀。没办法，对，对我是真的很想去，但是去不了。对反倒是在大陆，因为我在上海嘛，这边台湾人很对，多的。
很多一个做比较，生意的啦，然对后读书的都有。对，工作的，然后旅行嗯，的也很多，不光是上海。就这方面，我个人也是觉得变化蛮大的，然嗯后也有一点失望，就是不管你把对岸看成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正常交流是一个最基本的。那正常交流可以去了解双方，嗯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政府会有点好玩，就是他宁可先定义你，定义你之后再去做行动，他把你定义成一个不是朋友的角色，然后再用这个理由去封闭一些交流，我觉得这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嗯是不是朋友，值不值得交流，值不值得分享心得，这个都由人民去决定就好了。你政府就是做好一个交流沟通的管道，对啊，我嗯，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嘛。所是。以这也导致了很多台湾人对于大陆的这个刻板印象是没有改变的，就是大嗯陆人呢，交通不好啦，什么公德心不够啊什么的，就是停留在可能还十几年前对大陆的那个印象。但是我们从一些网红的影片已经看出来，就是大陆，特别是这几年进步的非常快，嗯然后反观自己，我会发现我们自己是停滞不前的。那嗯。如果我们能够多多的去交流，我们也能够进步啊，彼此都能够进步啊，所以我觉得这点是特别可惜的地方。对啊，对对，就是这种两岸的交流，就抛开政治因素，对吧？就是我们在文化上有那么多的相似点、相同点，就是这些，而且我们交流都是说国语、说普通话，在语言上也对啊，没有什么障碍。明明就是应该有很好、很深入的交流，但是现在就是因为一些原因导致受到对啊，阻碍。所以这个讲到同文同种了哦，其实我们两岸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听说佩佩老师啊，你好像有跟台湾的这个男生有认识过，对不对？对，我当这个时 过程，这个过程哦，就是刚刚讲的都就是怕学生无聊，我们讲一点刺激的话题。佩这也佩老师，没什么那个过程刺激啦。是怎么样？也不是什么刺激的话题啊，就是啊，几年前在上海，那个时候还单身的时候嘛，就是约会嘛，嗯